你怎么来了？小静看着眼前的男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徐磊是她在大学谈了4年的男友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们两地相隔，一个在西安，一个在上海，一过就是4年。徐磊的那点工资几乎都用在来上海看小静的路费上了。上次见面是2个月前。徐磊拖着行李箱，小心地在雪地里走着。他假装有些生气地说：“你说我怎么来的？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我跑到你家，阿姨说你临时决定不回家过年了。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过年呢？所以我就连夜赶来陪你啦。”小静心疼地看着走路踉踉跄跄的徐磊，她抱歉地说：“我工作上遇到点烦心事儿，就没给你打电话。”两双眼睛遇到一起，徐磊宽大的手臂把小静拥入怀中，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摇晃着。有什么难处还不能跟我说了？小静把脸从徐磊的怀中探出：“你咋来的？坐火车还是坐飞机？”徐磊得意地说：“你猜，现在哪儿买得到火车票啊？我坐飞机来的，最后一张票被我抢到了。你也不早点说你不回家过年了，总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，害得我差一点就来不了了。”夜晚的风刮得脸生疼。徐磊搂着小静的肩膀，两人拖着行李甜蜜地往家走去。徐磊问：“我刚下出租车就看到你了，你一个人大半夜站在外面干嘛呢？”小静一边开门一边解释说：“晚上有个同事来家里，刚好一起过年。”徐磊进门就看到茶几上吃剩下的火锅和碗筷，还有喝剩下的啤酒瓶，有点吃醋地说：“不是男同事吧？少在那瞎想，是我们公司从法国新来的女同事。”小静故意扯高嗓门强调那个女字。她刚好也一个人在上海过年，我俩就凑到一起了。徐磊放下背包，熟练地把外套挂在门后。这些年来他两地奔波，这小小的房间俨然已经成了他的第2个家。他仰面瘫倒在沙发上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：“啊，终于可以躺下了，我的老腰。”小静走到他身边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徐磊委屈地说：“没，我飞机上睡着了，飞机餐也没吃上。”小静说：“我去给你下包方便面，家里的剩菜都用来煮火锅了，我哪知道你会来，明天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徐磊伸手把小静拉到面前，两人甜蜜地相拥在一个不足1米宽的沙发上。徐磊抚摸着小静的长发说：“我要你天天给我做饭，你别在上海了，跟我回家吧。我们这样两地相隔真的好辛苦，我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，见你一次太难了。”小静安静了几秒说：“要不你来上海，我们一起在上海打拼，凭你的能力在上海找工作不难的。”徐磊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把工作辞了，我爸妈不得把我骂死。上海的压力太大了，还是小城市适合生活。你不可能永远在外面飘着吧？叔叔阿姨有一天也会老的，他们需要你的照顾。你跟我回家吧，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，我们一起照顾他们，这样多好。”小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她刚想起身去给徐磊泡面，就被徐磊一把拉回到怀里。过了这个除夕夜，你就来上海整整4年了，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我们的未来了？过完年，你辞职跟我回家。小静听到这话，突然抬起头：“我花了4年，好不容易争取到经理的职位，
一旦回去了，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徐磊显得有些急躁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的工作难道比我还重要，比你爸妈还重要？小静说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算了，大过年的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徐磊看小静的脸色难看，委屈地挤出几个字，谁要跟你吵架？我饿死了。小静快速起身，我去给你泡面，再给你加个荷包蛋，你乖乖躺着啊。徐磊仰面躺在沙发上，闭着眼睛嘟哝着，你快点回来，我要抱抱。小静看着徐磊长不大的样子，又气又心疼。窗外的雪安静地下着，金黄色的灯光让小小的房间显得格外温暖。从大学到现在，他们相恋8年。徐磊恐怕是除了家人以外最了解小静的人了。大学时，徐磊不仅学业突出，而且相貌阳光俊朗，多少女生追在他身后。但徐磊偏偏爱小静，在他看来，小静不同于其他女孩子，她有种少见的独立和聪慧。大学那几年，他们时常一起自习、打饭，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1天。他们是同学眼中的金童玉女。但毕竟大学不是社会，那时的日子单纯得多，除了学习，仿佛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，不必每天为了生存而担忧。那时的他们，两人的生活是同步的。可自从毕业后，小静和徐磊就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模式。徐磊从小衣食无忧，母亲在某医院任职，父亲是某事业单位的领导。他的家庭虽不能说非常富裕，但父母从小没让他在钱的问题上有任何烦恼，吃的用的他一样也不少。也许正是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中长大，让他活得格外松弛，遇到什么问题好像觉得都不是事儿。每当小静在家里遇到难处，徐磊总是用他的力量默默支持着这个外表坚强却也需要依靠的姑娘。那4年里，小静宁可放假待在宿舍，利用寒暑假去校外打工，也不想回家，因为一回家就是各种烦心事儿。而徐磊呢，就好像小静身边的护花使者，总能让阴云散去，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。起初，小静的家人还担心一个女孩子总不回家是怎么回事。后来1年又1年，看着徐磊守护在小静身边，家人也慢慢接纳了徐磊这个简单阳光的孩子。只可惜，人生的轨道似乎不是我们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。徐磊毕业后，父亲托关系给他在西安找了份稳定工作。从小在爱里长大的徐磊很难拒绝父母给他安排的安稳生活。虽说他的专业成绩优秀，但独自在社会上闯荡，他确实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逼自己一把的理由。而小静不同，毕业后不久，他就决定来上海找工作。当初家人一再阻拦，僵持不下，还是徐磊出面劝说，跟小静的父母解释，上海的这家公司机会有多难得，他相信小静的实力，如果不去上海，实在是浪费了机会。但自从那时起，他和小静之间也开启了4年的拉锯。徐磊让小静回老家，小静让徐磊来上海。徐磊当初之所以帮小静说服家人，是因为他太了解小静的倔强，
不让小静试试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徐磊总想着，外地哪儿那么好混，混不动的时候肯定还得回家。不管怎样，他愿意等。可4年过去了，小静似乎没有返乡的意愿。在小静心里，她虽然知道徐磊没有像她一样的斗志，但是她也意识到，不是每个人都得跟自己一样活成个斗士。她理解徐磊的选择，也很清楚，很多时候是徐磊主动做出了让步和牺牲。可是，他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？过年期间，公司放假，小静带着徐磊在上海开开心心地玩了3天，每天都去不同的地方，在外滩的夜色里手牵手散步，在梧桐树下晒着暖暖的太阳。日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慢，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，什么也不必担忧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。第4天，小静陪徐磊坐地铁，一直把他送到机场。马上就要进入安检区域了，徐磊和小静紧紧抱在一起，做最后的道别。静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爸妈给我们买了套婚房，听我的，回来吧，我都想好了，你一回来我们就结婚。小静惊讶地望着徐磊的眼睛，这个和他相知相恋了8年的大男孩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结婚这2个字，他不仅不会感到兴奋，反倒有一丝隐隐的害怕。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害怕，他是真的爱徐磊，可结婚就意味着小静必须停止他在上海努力的一切。小静默默地把头埋在徐磊怀里，他的心里很苦，也很乱。他想要向前，但是身后仿佛有无数个铁链紧紧拴着他，而每一根铁链都是以爱的名义。机场大厅播报着航班动态，徐磊不舍地放开小静，拖着行李走进了机场安检通道。透过安检的玻璃，徐磊对小静做着鬼脸，而小静望着这个大男孩的背影，笑着笑着，脸上已挂满了泪水。